大家都在唱衰美国，但是呢，美国的股市啊仍然昂首向前航行，这是不得了的。汇成半导体今年涨了 55.25%， 领先全球。最大关键是 NVIDIA 从各位财讯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谢金河，欢迎再度收看老谢开讲。那么在这个礼拜的单元，我们先看看台湾的经济成长率的现况。我们看到11月台湾交出的出口成绩单374.67亿美元，比去年的同期呢是成长 3.8%。这个 3.8 呢，我们大概可以从这张表清楚看出一些端倪。欢迎你一起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，支持最懂投资的财经媒体，跟我们一起追踪政经趋势以及产业状况，成为财讯粉丝团，也就是财团的一份子。或者你也可以针对喜欢的节目抖内我们，让我们可以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节目。我们看到今年有很多人都把台湾的出口讲得不堪入目，包括郭董讲台湾经济衰退、出口下滑、民生凋敝、民不聊生但是现在我们大概逐月来检视一下，现在9月的出口 388.1， 它对比去年的 375.12 呢 3.4% 的成长。10月份呢，因为去年的10月达到 399.2， 它相对高基期，所以我们变成衰退 4.5。但是11月呢 374.7 亿的时候呢，它成长 3.8%。那么现在到12月的时候，你看到是 357.5。2月啊，最低是 310.4， 这个会一直到明年7月啊，它对比今年的7月的 387.3 呢，这个才是一个挑战。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，从11月开始一直到明年的6月呢，台湾的出口会呈现连续8个月的成长，这个大概是非常明确的一个讯号。那么我们看到现在台湾今年的顺差呢 694.58， 今年比去年同期啊成长 49.5 以上，这个会创下历史最高的纪录。而这个时候呢 3925.6 呢，跟去年同期来比衰退 11.5%。但是呢，大家可以比较一下，把历史上把它串起来之后呢，08年2516， 2020年是3451， 21是4463， 22年是4794。现在呢，我们最少用一个中间值，大概380亿，加上去呢，到2023年全年大约在4300亿上下。这个时候呢，它跟往年比，它是历史上第3高的数字，所以台湾一点都不会差。所以你看到这个，如果用出口来比的话，我们今年大概会在4300，落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呢，其实台湾的出口表现呢，相对可圈可点。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到台湾在整个出口的变化当中啊，1到11月来自中国呢 728.5， 而美国现在 308.2， 美国已经创下历史新高了。中国现在在整个中港的出口的占比从 43.9% 往下拉到 35.4%。今年台湾在分散市场当中呢，来自东协市场跟来自美国呢，今年相对都有比较亮眼的占比所以我们现在看到，在整个出口比重当中啊，现在有一个显著的变化。台湾以半导体为主的零组件当中啊，出口到中国呢，前11个月呢885.85亿美元，大概今年会落在1000亿美元上下所以衰退 17.05%， 但是占比还是达到 63.8%， 所以是相对是高的。我们可以看到全年1628.5， 衰退 11.5%， 但资通信呢733.47啊，它的占比来到 18.7%， 成长 23.1%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跟中国相关的 ECFA 的产业呢，大概都有2%到3%的衰退。大家可以比较一下，这个是1到11月橡胶跟机械出口到中国的塑胶、橡胶衰退 24.66%， 机械产业衰退 16.2%。相关来讲，大家已经可以看到，在中国这一块呢，我们今年是相对明显的下滑，但对美国啊有显著的成长。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大家要充分意识到，很多人在讲这个台湾没有 ECFA 会活不下去，但是呢，现在有 ECFA 这些产业老早就趴在地上了，即便没有 ECFA 呢，其实他们也不会怎么样。最重要就关键就是跟中国关联产业呢，其实在中国产能过剩、杀价竞争的一个态势之下呢，这些产业其实是非常辛苦的。台湾的产业呢，未来大家一定要在转型路上呢要多所琢磨，这是我想大家一定要面对的。你可以看到台湾在资通信产业当中啊，进入到2024，如果台股能够有机会挑战2万点呢，我相信 AI 相关的市场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。林百里已经预告了，明年 AI 的市况呢非常乐观，最大关键是在台湾现在 AI PC
可能会在2024年当中扮演一个相对重要的角色。这个也告诉大家，台湾整个调整30年，前面这一段时间其实台湾跟中国大陆的连结，但是台湾经济其实并没有伸展，因为台湾的人、台湾的钱都锁进了中国，而台湾的制造业呢，完全以中国投资为导向。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台湾基本上不容易使得上力。但是呢，从2020年之后呢，台湾越过前面的高点之后呢，台湾开始一路奔驰。这个态势呢，大家一定要高度的关注跟重视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，全球在2023年当中它呈现一个非常显著的态势。今年跟中国有关的，包括从上海的 B 股的大跌到香港股市呢，大概跌了将近18%了。所以最近大家可以看到，香港相关的股市呢，股价是显著的在下滑。所以这个是一个香港恒生指数在12月10号盘中跌破16000点，而台股的加权指数呢是一路往上的，台股今年涨了23%，而港股今年跌了18%。一来一回之间我们在11月28号呢，台股开始正式超越的港股，之后呢，现在台股领先1000多点了，也就是我们过去台股输香港恒生指数呢，输22357点，现在反而赢了香港的1000点。这个情况也告诉大家，香港在反送中之后呢，呈现节节败退的一个颓势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，最近的周庭被通缉，在反送中当中很多的抗争的分子都被香港关到监牢里面。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，香港过去呢是亚洲最重要的消费跟金融中心。最近有人在讲，香港是亚洲金融中心的坟场。周凯旋女士预告，他说李嘉诚在2021年他早已经预告香港山雨欲来风满楼。我们大概可以看到，香港在这个礼拜呢，他举行的区议会的选举，投票率呢从在反送中的高点71.23降到27.54。换句话说呢，现在的区议员大概只剩下橡皮图章了。那这个情况呢，现在的选举只是聊备一格。那么在东升西降当中它呈现了一个颓势这是值得大家高度关注的，也就是台股跟港股的交叉。那么其实它有很多的意涵，我们今天没有太多时间来讨论。但是呢，恒生指数现在有人预测最低点明年会到12700点，这个预测当然看起来有点可怕。但是过去呢，撑起香港半边天是香港本地的财团，从李嘉诚在2014年的大卖中国股票开始，今年他最大的代表作呢，香港的楼市呢打7折拍卖。现在这个打7折拍卖呢，高盛也跟进了他的香港办公大楼呢打7折出售。而中原地产最近预告，他说如果楼价下跌30%，1997年的负资产的情况呢会重新再现。发表这个言论的施永青先生呢，现在官员要求他要垫资超过10亿美元的佣金他说以前赚那么多，现在赔一点没什么关系施永青说生意难做那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是九龙仓的股价最高80块1毛5，那么现在最低跌到19块多。长江和记黄埔股价从174.9呢，现在最低跌到38.35。那另外呢，我们也看到恒隆集团呢，它从54块9毛5，那么这一次跌到9块9。郑裕彤的新世界集团呢，从43块呢跌到10块9毛，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显著的跌势。李兆基的恒基地产，在过去来讲，它叱咤香港房地产界，但现在呢，股价从65块4呢，也跌到19块左右。那香港的移民潮现在方兴未艾，这个情况也告诉大家，香港在经历过东方之珠的狂潮之后呢，香港现在是呈现一个前所未见的颓势。这当中大家可以看到，美国不断的大涨，汇成半导体在这个礼拜呢，它已经涨到3931.01了，今年涨了55.25%，领先全球。最大关键是 NVIDIA 从108.32呢最高来到504.66美元，那它也带动美国半导体产业大幅的上涨。大家都在唱衰美国，但是呢，美国的股市仍然昂首向前航行，这是不得了的。中国股市大幅的下滑，而台股今年跟日经指数已经拉近了，我们涨到23.07。日经在最近日元升值当中它一度回档，那么现在涨幅大概在25%左右。中国股市长期抑振乏力，中国有一个知名的分析师呢，刘继鹏，他说股市起不来，关键在制度，他只讲到这个话，结果他在微信、微博呢，马上被
封杀了哈，所以这个就是你连批评啊，大概都不太使得上力。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看到，中国在经过10年当中啊，它的经济快速成长已经到了尽头。最近我们看到拼多多的股价呢，市值啊超过阿里巴巴。其实也告诉大家，在经过一个疯狂杀戮之后呢，那么现在拼多多以低价席卷全中国的电商，而同时呢，现在实体店面啊益振华丽的，现在出不掉，而这个资金一崩跌之后呢，现在马上也造成房地产更加惨重的下跌，实体卖场现在纷纷关店，家乐福呢大概关了11个店，这个也告诉大家，整个中国的情况啊非常惨重。最近我们看到雷蒙多呢警告黄仁勋不得把 AI 晶片卖给中国。黄仁勋现在在日本、越南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穿梭，也希望为 NVIDIA 分散风险，找到更多的出路。最后呢，美国当局核准 NVIDIA 只能卖消费端的，但是跟军工产业有关的禁止出售给中国。那这个也是美中科技战的一个角力的延续。那大家一定要高度关注，在这一轮美中角力当中啊，美国现在掐紧中国的脖子呢，现在看起来没有放松。在过去呢，大家可以看到美中角力啊，从石油美元开始，接下来之后呢，金融美元也包括 SWIFT 的机制。跟全球外汇存底，大家存放美元的比重，大家看到现在全球外汇存底当中的60%啊是存有美元啊，3%呢是人民币，这个比重啊相差非常悬殊。SWIFT 的机制当中啊，美元占40%，而人民币占2.5%，差距仍然悬殊。但是接下来之后呢，大家可以看到，美国在进行的科技美元呢，现在更可怕了。现在苹果的市值啊到3兆美元，微软呢现在在2.845兆，也接近3兆美元。如果大家把苹果加到微软，再加 Google， 再加 Amazon， 然后呢再把 Meta 加上来 ，NVIDIA 再加 Tesla， 美国7大科技公司啊，创造的市值达到12兆美元。如果把中国从腾讯加到阿里巴巴，加到百度，再加京东，再加到拼多多，加起来大约1兆美元。这个科技实力呢，从市值的角度来看呢，双方相差悬殊，这是大家可能要从这当中啊看到了一个新的变化。而这当中啊，我们看到蔡总统最近讲，台湾的 GDP 呢，这2016年啊17.5兆，一直成长到23兆，6年当中呢，它成长6兆台币，台湾创下历史第3高。从2016到2023年，东南亚的主要市场当中呢，日本涨幅99%，但是台湾股市呢涨幅111%。这个时候，我相信大家可以从这当中啊看到这里面的变化。最近脸书有人讲到，他说：“谢谢习总加速师告诉我们，依靠中国的下场，台湾人真的不要惩罚自己。”2022年睽违18年，人均 GDP 超过了韩国。2023年睽违31年的台股超越了港股，这是台湾发展新的里程碑。台积电在10月的业绩站稳2000亿台币左右。那这个也告诉大家，整个半导体带领台湾在往前奔走的路上，台湾还是有非常出色的表现。进入到2024，大家也可以看到全球的选边站当中，如果台湾连结了中国，我们未来恐怕是非常担忧的。但是台湾如果连结美国，台湾可能还有很漫长的大运等着大家往前走。这个是在这一次大选当中啊，大家选边站最重要一个关键。我们看到香港，想想台湾，大家一定要想到自己要走到正确的宽阔大道。老谢开讲，今天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感谢大家的观赏。下周同一时间，请大家继续收看。